Hello， 大家好。鞋带呢，在足球鞋历史上的地位啊，一直都挺尴尬的，因为呢，它必须要设置在我们脚背的位置上面。但是这个位置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经常用来触球的地方，所以鞋带的存在啊，它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踢球的时候的脚感。但是你又不能把它给去了，不然的话，你穿都没办法穿，对吧？所以呢，设计出无鞋带足球鞋，一直是厂商们在追求的目标，也是足球鞋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早在10年前，乐图和锐步就曾经先后推出过无鞋带的足球鞋，但是受限于当时的面料技术，这一类的足球鞋呢都非常挑脚啊，要么你是穿得进去，但是不跟脚，要么呢就干脆连穿都穿不进去啊，我就穿不进去的那种典型啊。所以呢，一双合格的无鞋带足球鞋，它需要具备3个因素：首先是脚型的兼容度要高，其次是无论什么脚型，你只要穿进去了，它就得跟脚，最后是它的实战性能上。至少要有一个好于传统足球鞋的特点。那在无鞋带足球鞋诞生10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拿到了阿迪达斯的这一款 ACE 16加 Pure Control 的时候，我们也很想看一看科技的发展能不能让之前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今天的评测，我们就会围绕这3个维度来深入剖析这一款或许能够再一次颠覆这个行业的球鞋。ACE 16加 Pure Control 采用了阿迪达斯的针织面料 PrimeKnit 编制而成。那除了鞋领和脚背上这一块弹性区域之外呢，都压印了热熔膜来防水和定型，并且在鞋头内植入垫层，外侧呢用标志性的胜利3条纹进行进一步的支撑和定型，让整双鞋的线条看上去很流畅，不会觉得生硬。脚背上的弹性区域是传统足球鞋的鞋带的位置，它被设计在了偏内侧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做法呢，是来源于人体工程学。大家可以脱鞋摸摸看自己的脚背，你就会发现你的脚背最高的位置是在内侧，而且是有一块凸起来的骨头。那我们呢是叫它脚峰。如果是把这个弹性区域设计在中间的话，脚峰就会把带着热熔膜的这个鞋面给顶起来，包裹感上面就会打上一定折扣。那这一点呢，在高脚背用户身上会体现得特别明显，还有可能会出现压脚背的情况。所以我们推测，阿迪达斯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脚背留出更可控的空间，以提升脚型的兼容度。而在宽度上，由于和上一代 ACE 15采用了同样的鞋楦所以 ACE 16加 Pure Control 的前掌宽度比较大，加上 PrimeKnit 面料呢本身就具有不错的弹性，那对于宽脚用户来说呢，它们的兼容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足弓位置的定型呢也比较得当虽然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内收，但是呢它也不至于内收太过。对于自己这个足弓位置普遍比较平直的这个东亚人来说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ACE 16加 Pure Control 的鞋内呢，它是多了一层同样是 PrimeKnit 面料的支撑系统 TechFit Support System。那这个呢是来给我们的无鞋带球鞋提供支撑的增强，以及它固定足部，加强包裹感。而且呢，它是直接缝合在中底上面的，而不是在外层的鞋面上。那利用整个中底加上大底的硬度来提供支撑、固定还有包裹的。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在其他运动鞋上面常见的内靴的变种。那这么做呢，的确是给包裹性起了个双保险，但是毕竟它是多了一层，那会不会影响到脚型的兼容性，仍旧是我们要验证的问题。为了印证我们推测，我们特地找来了团队里面既是宽脚又是高脚背的小沈来测试这款鞋。具体关于脚型兼容性的问题，我们听他来说说。我 ACE 15.1穿的是 42.5 码 GP270， 知道鞋楦没有改的时候，我 Pure Control 一按入了 42.5 码的10码。最开始穿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穿过没有鞋带的鞋子，所以感觉比较费劲。虽然阿迪达斯里面有配送一个小鞋拔子，但是每次带到球场的时候也很麻烦，也害怕把那个小鞋拔子弄丢了。慢慢的我也找到了穿鞋的小窍门，只要2个手指提拉鞋子上的2个拉环，脚一蹬，很快就能穿进去了。而且这个拉环也能把里面那一层 PrimeKnit 的材料带出来一点点，脚穿进去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难受。穿进去以后，除了鞋型没有那么好看以外，别的都还不错。长度刚好，尺码不偏。我的脚背比较高，穿 MV10的时候有比较强的压迫感，所以我直接把它的鞋舌给剪掉了。穿了那个 Pure Control 的时候，因为它那个 PrimeKnit 的弹性非常强，脚背不会有那种明显的压迫感，而且它那个面料又能非常好的包裹住脚背，这种感觉是之前很少体会到的。两侧的面料弹性也很到位，虽然我的脚把鞋子撑开了，但是不会挤脚，把脚紧紧的固定住。可以说这是一双我穿过最包裹最舒服的足球鞋了，而且我不用去纠结鞋型的问题，
鞋子自己会根据我的脚型来调整。总之，宽脚也好，高脚背也好，穿这双鞋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会把你的脚包得非常牢。所以穿这双鞋的时候，你就不要考虑去穿什么神袜了，因为神袜的后跟摩擦会让你很难穿进去这双鞋。我试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们刚刚说那个神袜的问题，其实它不是个例啊，因为我穿的时候呢，它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呢，我脚背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比评测员好一点点啊，我是可以完全穿进去，但是呢，我也只是穿进去了啊，穿在里面呢，连脚趾头动都不能动啊。一双足球鞋如果穿起来连脚趾都动不了的话呢，你的所有动作都会变得缓慢啊，加上我本来就很慢了，所以这是要命啊，你知道吗？而且呢，脚舒展不开啊，所以在球鞋和神袜之间呢，你也只能2选1了。但是这个呢，是不是也从侧面证明了 Ace 16加 Pure Control 的包裹感相当出色？那么包裹感出色，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测它会跟脚呢？啊，其实不尽然，因为足球鞋啊，它想要做到跟脚啊，除了鞋面的包裹性，后跟也很关键，特别是无鞋带的足球鞋，要做到内外兼修。那这个内呢，指的是后跟的内侧必须有足够好的防滑设计，才能够保证呢，在鞋口它具有这个弹性的情况之下，后跟不会滑动。而且呢，这个外呢，指的就是后跟的定型，啊，因为所有人的这个脚后跟呢都有一定的弧度啊，所以这个后跟也应该定出一个适当的弧度，以追求更好的这个贴合度。那我们刚刚说了啊，由于这款鞋呢，它本身是采用弹性的线材编织的，那所以说呢，后跟的这个弧度啊，要做到的不仅仅是贴合，而是要把后跟牢牢的卡在鞋子里面。那从内部看呢，这个 Ace 16加 Pure Control 呢，采用的是反绒面料，并且是加上了一圈很厚的这个海绵垫层来增强锁定。那外部呢，它也是定出了一定的弧度，可以说是把内外兼修都做到了。但是具体的结果，我们还是得要让评测员他来告诉我们。我在球场上的位置主要是打边前跟偏后，又经常以内切和跑动为主，所以急转变向非常多。穿这双鞋前前后后也打了差不多7、8场的比赛，变向急转还有各种过人也非常的多，没有不跟脚的情况出现，比较贴合。主要原因是因为后跟的海绵垫层非常的厚，又很舒服，可以把我的后跟包裹住，加上鞋子前面还有一个 Prime 的编织层，可以把前半部分卡得非常牢，哪怕没有穿神袜，也不会担心它会滑。所以不管是无球跑还是带球跑，都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但是我感觉后跟包裹罩杯会有点夹，有点低，刚开始穿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卡，会有一点点不习惯，但是穿久了之后就会慢慢适应了，没有那么特别难受。总之来说，这双鞋的后跟贴合度让我非常的满意，比之前穿的 Ace 15还有1 Pro 要好很多。当然，如果后跟包裹罩杯能往外再扩一点点的话，那么可以直接用英文来形容，那就是 perfect。看来经过了10年的发展，无鞋带足球鞋已经可以做到脚型兼容性和跟脚并重了。所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实战表现了啊！当然，无鞋带足球鞋诞生的前提呢，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给脚背带来更好的触感，也能够留出更多的触球空间。那么在长传和射门的时候呢，能够增大它实际的触球面积，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足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评测员。作为边前卫，我的带球突破和传中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选择鞋子比较喜欢轻量化的，还有触感好的。这双 Pure Control 的触感非常不错，和带鼠皮的球鞋已经非常接近了。带球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触球部位，控制起来也比较随心所欲，而且中班鞋领的包裹很到位，既有很好的包裹感，又不会像耐克的高帮那样影响了一些灵活性。你看我过唐老师是不是过得那么顺畅？但是纯粹说触感的话，这双鞋其实没有耐克的鬼牌来得好，因为鬼牌的面料和热熔膜会比它的更薄一点。但是到了长传和下底传中这样需要发力的地方，鬼牌真的就太薄了，我适应了很久才能控制比较好的发力。Pure Control 因为它的发力感很像真皮，所以稍微穿就能够知道怎么发力，但出球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粘滞感的，因为触球的地方正好是没有热熔膜的位置，强度不够，所以不够干脆。但是没有了鞋带，触球面积更大了，等于直接脚背和皮球接触的面积更大了。只要你的传中水平可以，那么你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踢就可以了。射门上无鞋带的设计能够提供的帮助还是增强了触球的面积，这样射门的精准度就能再提升一点点，你也能够清楚的知道用哪个部位去打球的哪个地方是你最想要的出球路线。我以前是抠门打飞机的选手，上次穿的这双鞋踢比赛，
一场中了7个横梁，实在是炫酷。另外，它的发力其实算不上优秀，毕竟是掌控型的球鞋，更多的还是控制，所以射门的时候和真皮球鞋一样不够干脆，比不上刺客、毒蜂、X 这类偏向净空的球鞋。所以各位爆射党们还是考虑一下吧。不过我还是要吐槽一下这个大底，阿迪达斯简直就在欺骗我们的感情。这个大底根本就不是 FG 加 AG， 它就是 FG。我在人草上面穿的时候，经常出现鞋钉太长，变向的时候卡在草里的情况，而且在人草上做急停的时候，大底的摩擦力太强，所以除非你的人造草产地非常的好，不然还是要把它当成 FG 来看。如果你已经买了，可以把粉红色区域的上半层磨掉，这样就会好很多。不过很多人都在骂大底掉漆的情况，我倒是觉得无所谓。虽然我这双鞋掉漆真的非常厉害，但是我觉得你在踢球的时候，别人只能看到你的鞋面，没人会去管你的鞋底是否掉漆，只要不影响实战就可以了。经过1个月左右的上脚测试，我们可以证明 Ace 16加 Pure Control 已经是具备了一双无鞋带足球鞋合格的3个因素啊。第一，它宽脚穿了之后呢，仍然有很好的包裹感，并且是没有不适啊，证明它是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东亚人来说，它脚型兼容度是 OK 的。啊，无鞋带呢，它的这个在无鞋带设计的情况下呢，后跟依旧是很贴合，那跑动和急停急转呢，它也没有什么影响啊，证明它是做到了跟脚。那在实战当中呢，这个无鞋带的设计啊，确实是扩大了我们触球的面积，让足球变得更好控制了啊，证明它至少在这一点上面是好过传统足球鞋的。但是呢，这也毕竟还是第1代产品啊，也还是有些细节没有做到位的啊，比如说这个针织面料最强调的触感，实际上是为了稳定性的考虑呢，它有所下降啊，未必有很多现有的这些针织球鞋来得好。那再比如说呢，这个是一款概念型的产品，所以它本身产量就不大啊，所以我们除了 FG 呢，也就没有别的大底可以选。那现在很多人就会问啊，它产量这么好啊，这么小呢，但是它卖的这么好啊，会不会大规模量产呢？那我们认为呢，这一代估计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 Ace 16这整个系列啊，它其实是没有给 Pure Control 留多少走量的空间的。那道理很简单啊，这款鞋的定价呢是2016啊，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超顶级的啊，就是这一款啊 Ace 16.1 Prime Knit 它是多少呢？1999啊，换你在2款鞋只有17块钱差价的时候，你会选什么呢？啊，哪怕是他们2个人的这个实战性能都差不多啊，我也肯定是选 Pure Control， 因为呢它很显然更高大上，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爱达斯呢，其实他们这2个月也更多的是在推这个 Ace 16.1 Prime Knit， 而且呢 Prime Knit 这个配色也比 Pure Control 要多啊，因为这个呢才是他们想要走量的顶级产品。但是啊，鉴于这是第1款针织面料的无鞋带足球鞋，所以我们还是更推荐呢资金充足的玩家啊，你们等一等，去抢下一个配色的 Pure Control 啊，因为还是那句话，你都花了快2000块了，为什么不多花个17块钱去体验体验一款革命性的产品呢？何况啊，它的实战性能还真不差。所以呢，你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啊，它一定要试一试。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其实阿迪这一次呢，也是在次顶级的 Ace 16.2和这个中级的 Ace 16.3上面，它都有推出中帮鞋领的版本，叫做 Prime Mesh 啊，你还是能够花更少的钱来体验一部分顶级产品的这种效果的。而且呢 ，Ace 16.3啊，这个Ace 16.3的 Prime Mesh 啊，它还是有推出这个碎钉 TF 版。那对于咱们场地条件来说呢，它这个可能会更加实际一点。总之，2年前耐克2款针织加高帮的足球鞋，给针织技术进入足球鞋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成型的、可以量产化的一个样板。所以呢，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做啊，或者是都想做针织鞋面。那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是足球鞋市场又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而爱达斯呢，则是把针织面料在足球鞋上的潜能给挖掘出来了啊，也可以说是抢先把我们大家对于针织足球鞋上面最大的期望给实现了。也是终于在耐克的竞争当中，他们是扳回了一城。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啊，因为我觉得从今年开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设计这些针织的无鞋带足球鞋，而且最快呢，我估计2017年就会出现了。然后，足球鞋的军备竞赛又会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总之啊，不管他们怎么玩，受益的都是我们消费者，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这期评测就到这里。更多和足球装备相关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enjoyz.com， 我们的官方微博 enjoyz 足球装备网，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 enjoyz-com。当然，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扫描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和
我们一起聊鞋，一起看鞋，一起嗨。好了，下期再见吧。走，转过来，转过来。OK。